你见到雷耶拉了吗？似乎是利托斯特的声音。我就知道你看到他了，小狗。你要养狗了吗，利托斯特？我的时间有限，还有其他令我操心的东西，所以我何必给自己再添负担？你好像另有所指，不过那还挺可惜的，毕竟喜欢你的小动物很少见。无妨，我也不喜欢它们，这倒是公平。所以我们过去喂小动物时，你一个人站在远处，不是在黯然神伤？你想多了。那么你要跟我走吗？那么，你要跟我走吗？带上它吧，利托斯特。哦，为什么？作为神明，你的举动与决定将影响整个星球文明的命运，所以你总要给我一个理由。我不明白养狗与星球命运的关系，但我们永远都会有孤单的时刻，因为我们要走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。在这条路上，它可以与你作伴。它只是一条普通的狗，不论发生何事，它的寿命与我相比，不过弹指一间，所以它又凭什么与我作伴？那就由他的孩子继续陪着你。你可以就像守护文明一样，守护他的世世代代。你说过，这很了不起。我当时说的这句话，和今天的情形无关。更何况，我也不需要一条狗的赞赏。所以你要给他起什么名字？随便。过来。利托斯特说，他需要你。雷耶拉，我可没说过。为什么你也总是口是心非呢，利托斯特？或许我并非如此，或者我不该如此。你总说谜语的习惯应该改改了。雷耶拉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说。如果你说的是骑士遴选，我已经有所耳闻。如果是其他事情，我应该能在明天留出时间。所以，关于骑士遴选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？这件事你自己决定就好。无论是在现在确定人选，还是未来培养教导，这都是你的事。而且，你在问我之前，自己不是已经着手准备了吗？看来只有这种时候，你才会像从前一样，对自己的感受难以掩饰。什么？提到骑士遴选时，你就像一只受伤的猛兽。我没有。你想选新的骑士就选吧。如果要问我的意见，那最好是一位话少安静，不会说谜语的人。雷耶拉，这是在为你选择骑士，而这个人将因此获得与你相同尺度的生命，陪伴你，带领这颗星球继续前行，所以你必须重视。利托斯特。比起这些大道理，我更想知道另一件事。我在听。我记得你说过，在你的部族中，当新的骑士如旭日缓缓升起，旧的骑士就会如皎月沉入星河。的确如此。但我记得你答应过我，无论何时，你都会永远在我身旁陪伴我，教导我。雷耶拉，你是一位称职的神明，我现在还能教你什么呢？回答我的问题，利托斯特。
我的确答应过。我就知道，你还记得。对了，雷耶拉，你的挂坠我已经帮你修好了，给你。是希纳迪亚的挂坠，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弄丢了它。我想起来了，是我不小心弄坏了挂坠，拜托你修理，结果因为太过于不习惯它的缺失，忘记了这件事。按照你随时攥着它的习惯，这挂坠现在才坏，倒也称得上一种神迹。我的确离不开它。谢谢，利托斯特。如果没有你修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肯定能找到其他办法自己解决，只要你愿意。是吗？你一会儿有时间吗，利托斯特？没有，我要去擂台附近看一下进展。哦，那正好顺路，和我一起去看看那棵小树吧，就是希纳迪亚和我们一起种下的那一棵。那已经是一棵大树了，它不需要我们浇水看护，已经能为路人遮风避雨，所以去看它又有什么意义？可我有点想它种下的树木。好吧。雷耶拉，关于石树战争，我希望你能出席，亲眼见证新骑士的诞生。我去准备些希纳迪亚喜欢的花朵，这个季节应该开了不少吧。雷耶拉，你自己先过去吧，利托斯特。他果然还是想要离开。没事的，我知道他是洛星最口是心非的人，就像刚才，他明明很喜欢你，却不肯自己说出口。他已经答应了不会离开，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对吧？这些话，希纳迪亚会喜欢。我们走吧。